干啥都先上咸鱼。本节目由神奇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，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。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。这一期这个新人演员，我觉得比上一次那个气势会更强了。是，但感觉今天这个演员怎么危机感更强？怎么反正？来下一张啊！这太像了，这一张加油，知道？不要，这样打在这儿。为啥一直写呀？是要把记下来？我把梗概每一个梗的第一个讲，第二个梗概捋几遍，我不熟啊。因为我有一段就是真是今天早上现写的，包括这有没有劲儿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从来没讲过这个能不能有观众笑，其实都挺没底的。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现加了什么东西，现场观众比如反应不大，你也千万别慌。对，我尽力把它讲的不那么磕磕绊绊，我尽力。对。那么下面一位，他非常擅长用眼神杀人，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东北大姐来了。哎 ，hello， 哎，今天讲一点我自己家里人的事儿。我已经成家了，我现在有自己的老婆和孩子，我太太比我大了6、7岁。在东北，如果你找一个比你大好几岁的，身边好多哥们儿有异样的眼光，觉得大小伙子你往那一站1米8几，你找个比你大好几岁的，好像图人点什么。其实并没有，我媳妇儿普通人，普通工作，普通收入，什么都挺普通的，但是他爸爸不错。他爸原来号称当地首富，在东北过去一小城市开什么 KTV 啊，原来那种产业特别多。没见面之前给我打过电话，给我挺大压力，问我说：“小伙，你们家父母那边做什么工作的？是政界的还是商界的？”当时给我问懵了，我说：“叔叔，我爸我妈在沈阳给人卖房子，我们家做中介的。”我妈其实就是那种标准节俭的东北妈妈，节俭到什么程度？我妈要是下午在厨房做饭，她杀鸡或者杀鱼的时候，她都不敢。舞台上不老说杀字了，咱们今天录节目，把声母去掉，把找个词儿代替一下。杀鸡、阿鱼的时候不开灯，为了省点电费，暗杀。暗熬。你们严谨啊，严谨。但我媳妇介绍我岳父的时候，说他爸爸原来在这片啊，其实是东北挺有名气的。我说怎么个有名气？他问我你听没听过一句话？过了山海关，就是赵本山。我说你爸是赵本山啊？他说我爸外号山海关。他说他爸踩过缝纫机。我说你爸是裁缝啊？他没说话。我说你爸不能是蹲过巴黎子吧？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。他说那你会爱我吗？我说实话，在爱情的试卷中我从来没见过这道题，这出的也太偏了。我上一个见问题问的这么偏的那个人叫王艺龙，他说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？你们听过那首歌吗？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？我说实话，我第一遍听这歌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是大老师唱的呢。因为我感觉特别顺。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？滴滴答滴滴答。来，太顺了。真的，这俩歌差了10几年了，没事。我毫不犹豫说，我说我会爱你。他说，那如果我大爷？我说你等一下，没有人这么问问题。如果我爸和我大爷，还有你妈和你大姨同时掉水里，你救谁？谁会这么问问题？如果有人这么问问题，我当时就会说，我救你大爷。
我第一次到他们家吃饭，我感受到了一点压力。一个中年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我进去说叔叔好，我点头往里走，坐在他旁边。他这时候摩挲自己那个纹身，问我：“小伙儿，害怕呀？”我没有想过，我进岳父家的第一句话会奔问到问题是害怕呀。我感觉自己像进土匪窝一样，感觉他下一句话就要问我脸怎么红了，我说精神焕发。怎么又黄了？我防冷涂的蜡。但那天我当时反应还是挺快的，我说没有，我说美丽图画身上纹，非常适合老丈人。我当时觉得自己接的特别幽默，他直接说5个字儿：“我是他大哥。”他那个形象、那个气质，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血缘上的大哥还是道上的大哥。到中午的时候，他爸爸回来了，他爸爸跟他大哥完全不一样，他爸那个形象气质，离远看你就感觉这个人是明显那种阿人贩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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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。我吃饭时候我不抬头，我右边坐着他爸爸，左边坐着他大哥，我就低头吃我自己的。他爸挺关心我说怎么小伙，脑袋疼啊？我说可能有点头疼。他说没事我给你摁。他爸爸过来帮我揉太阳穴，越揉越难受，越揉越难受。他爸给我揉太阳穴，这么揉。这心里难受。看我不怎么动筷子，他爸还劝我说：“小伙，你吃点儿，吃点儿，你别在我家一口东西不吃。你一会儿你说你自己饿着肚子，你再下楼自己吃碗面条，你挺没意思的啊。”我当时听完，我心想他爸真不了解我，我上楼之前吃过面条了。这2年跟我岳父相处下来，我岳父还是很好的，他挺幽默，他是那种标准的东北场面人。逢年过节亲戚都来了，他会喊我：“大齐桌上鱼看见了吗？一会儿加一条，扔院里，给外面小猫吃，让小猫也过个年。”茅台倒一盅扔院里给小猫喝。我坐饭桌有点听懵了，我说：“爸，要不我再跟小猫拿200块钱？”太要面了。婚后我才知道，我岳父真是个裁缝。之前就是怕我欺负他姑娘，跟他哥一起装社会吓唬我。但我现在非常感激我岳父，是因为我岳父现在在上海陪我沪漂，他帮我带孩子。老年人啊，60、70岁到一个上海那种城市陪你沪漂，他好多不适应啊。外滩遛弯，自己进了一西餐厅，全是外国人服务员，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看不见，点菜他都费劲。老外在说 "Excuse me"， 我这说一大堆英语，我岳父对菜单憋了半天，憋一句："Hey Siri"。前2年过生日，我带他去那个海什么捞。我知道人不让提，我特意的。重新接一下啊，那天那服务员确实挺好，很热情啊。他过生日嘛，给他当时那会儿跳什么科目3，又甩面条，老头挺高兴。直接从包里拿500块钱给服务员。人说先生，我们这块不让收这个，孩子没事拿着。说先生，我们这块真不让收，孩子没事你拿着拿着。我姑爷，东北看小猫给200。人说先生不是钱多钱少，我们这块不让收这个，孩子没事你拿着。你要实在过意不去啊，你不行再给叔来点别的服务呢。一句话给服务员说懵了，上门口给他做了个美甲。这2年我就观察我岳父，为什么他有时候愿意出去跟服务员聊天逗乐？我发现他有点孤独了。老年人在上海那个城市，他是交不到自己的好朋友的。他自己公园遛弯，遇见有的老头能简单寒暄2句，有的老头说话还有点瞧不起人的意思。前2天有2个说话我都听见，一个说：“老陈，平时在上海这边适不适应啊？有没有什么爱好啊？”我岳父没说话，旁边那一老头特欠说：“老陈来了肯定不适应，东北那边爱好好像就什么秧歌、2人转什么的。”他有点变相说我岳父土。我岳父听出来了，他就微笑，在这块表现很绅士。我岳父说：“爱好啊，爱好现在喜欢玩点摄影。”老头：“哎呦，老陈，平时你还玩摄影？你玩什么摄影啊？”含沙射影。
讲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。